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这个最近呢，就是日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爱情动作片数量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是不是颜值也越来越高？然后现在他们这个行业是不是真的到了这个盛世的这个阶段呢？10年或者是20年前，这个女优的数量啊，大概是日本整体女优的数量大概是2000人左右，现在呢已经达到2万人左右。业界竞争是比较激烈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又得长得好看，然后呢又得去整容，然后呢又得去隆胸。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女性的贫困呢，在现在的日本呢其实是比较严重的。你要知道呢，我们一直会讲男权和女权之间的这个区别但是呢，实际上在劳动市场来讲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女性的话，她的竞争压力是要比男性要大很多的。男生吧，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可以出卖体力，女生呢，她基本上只能够出卖她的脑力，大部分都是白领。你一个大城市的女性出来基本上考虑的只有白领工作，天生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劣势吧，就是男的是可以向下兼容，能做白领的呢，可能都是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本身就有很大的竞争力的那些人。所以你说为什么会有很多女权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什么男性抢走他的工作岗位女性的就职岗位它本来就局限在那里。同时呢，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女性为什么容易贫困呢？就是女性她的要求会比男性要高一些。同样的，你在日本你比如说赚20万块钱，赚20万日元的男性呢，他如果他省吃俭用呢，他有可能会省下来一点钱。但是呢，这个女性呢，她很有可能她是省不下钱的，就是她的外在的那个打扮呢，还有包括就是那些她的娱乐活动消费的东西特别多。那么为什么她要花这些钱呢？有很多人说，哎呀，女性天生是什么消费的动物然后什么忍不住然后怎么样？其实不是你要知道，消费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个欲望在那里，有一个就是上升的欲望在那里，就是女性她会比男性更觉得有上升的欲望。就如果说她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然后她用了一些比较高级的化妆品，带个名牌包，看着很像一个高等人的话呢，她是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所以呢，就是女性的情况，就是现在这2条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第一条呢，就是她首先就业的岗位比较窄；第二个呢，就是她花费也比男性大。所以呢，女性其实是比较容易贫困的这在日本是非常典型的。所以呢，基本上到最后呢，很多的女生呢，就是其实都算是生计所迫就能够给她赚快钱的，其实就是从男人那边骗钱的这工作嘛。你比如说我们讲之前有一个叫做朱生恋的一个成人片的女星她本来是这个宝冢艺术学院日本最著名的女子学院，原本是要做明星的一个人，然后突然之间呢，说去拍了个成人片，当时对日本的这个震惊还是很大。但是呢，仔细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从宝冢出来之后呢，他就只能去做一个普通的这个卖鞋卖衣服的那种销售员那么这种销售员呢，其实1个月的工资呢，可能也就20多万日元，可能完全不够支撑，就是说他买那些化妆品还有那些包包还有包括旅游那些习惯，他可能都没办法支持所以呢，到最后呢，他就必须要去做这个成人影星说到这个日本女性贫困的这个问题也就说到了这个，其实日本男性也是贫困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日本的经济呢，也是有两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 GDP 像是去年还是增长的不错的然后呢，说通胀呢也超过了2%然后说呢，好像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呢，就说日本的现在这个经济呢已经脱离了失落的30年。然后还说那个叫做股票哔哩吧啦涨到39000点，就说日本的经济是不是起来了？但是呢，事实上大家还是知道的，就是实际上日本的这个平均收入首先是平均收入它一路下降。事实上那个中位数跌得更多，也就是说现在的日本的这个中位数大概是420万日元，21万人民币吧。所以为什么成人片的那些女生呢？它的素质越来越高，然后人数也越来越多，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它的雌竞本身已经过度了，就是每一个女性都想找一个就是平均水平以上的男性之后呢，就会导致呢，他们已经过度美化自己了，对吧？用了那么多的化妆品、化妆水，脸上抹了那么多东西，他这么过度的这个打扮自己，到最后他追求的是什么？这社会学家就问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对手是谁？你在和谁竞争？因为他们在那个层次的竞争太过剧烈了，所以呢，到最后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就是在这个竞争当中没有找到那种如意郎君的那些呢，大部分呢
也就转入到了这个我们叫软色情行业吧，也不仅仅是拍片这方面。其实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其实是日本是因为越来越穷，越来越穷呢，穷到就是男性低欲望啊，就是说他呢连去嫖的嫖资都没有，同时呢女性也贫穷，然后女性贫穷的程度呢有的时候比男性更严重。这些化妆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很会打扮自己，然后美得不得了，然后身材很好的这些女生进去那边之后呢，又进一步加剧男性呢又会去这个市场里面寻找满足啊，所以呢到最后呢就形成一个循环嘛，就到最后就是一直不停的强化男性低欲望，然后女性都去做这个行业的这个结果。说到底啊，就所有的这个东西呢都是有经济学的解释的，也就是到最后呢，其实就是这个社会 V 字形的情况太严重了。有钱的那个人呢，就是多到就是说钱多到就是怎么花都花不完的，那就必然会导致那些相对贫穷的那些女性呢，她就会选择这么一条出路啊，中产阶级完全消亡，剩下的人呢穷的要死，同时呢才会出现那种就是女性跑去做这种情色产业，然后男性在台湾的男性跑去做诈骗行业。